我隐瞒全球首富独子身份，和女总裁玩纯爱。正当我准备和她坦白身份时，却听见她那群闺蜜当着我的面用法语开口：“你马上就要回家联姻了，手上谈的这个小男友怎么办？分了吗？”柳如烟轻轻摇晃着手中的酒杯：“不分，我很喜欢他，可他家境太穷，拿不出手。联姻只是给家里一个交代，他才是真爱。到时候再瞒着他，把他养在外面就好了。”他们如此肆无忌惮的交谈，只是以为我家境贫寒不懂法语。我没有告诉他们，其实我懂法语。原来在他和自己海誓山盟的同时，又早已接受了家里的联姻。我借口去洗手间，出门就拨通了家里的电话：“爸妈，我想好了，我愿意回去继承家产。”听到儿子终于松口，我父母在电话那头欢喜不已。想起我隐瞒身份交的那个女朋友，又忍不住问道：“你那个女朋友和你一起回来吗？”“不会，我打算和她分手了。”我的声音不自觉低了些。1周后我会了结这边的一切。聊了几句之后，我挂断了电话，收起手机回了包厢。包厢里嘈杂的声音在我推门进来时停顿了一瞬，我却像是没有察觉，径直走到了柳如烟身边坐下。她从交谈中分出一些关注，看向安静的坐在一边的我：“云墨，什么电话打那么久？”我还没开口，就被另一道声音抢先打断。在场没有一个法国人，那人却说了一句法语：“如烟姐，你和方圆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听到这句话，我握着杯子的手微微用力，柳如烟却仍旧是那副漫不经心的样子，看了我一眼后，才用法语回答了问题：“家里定的日子，半个月之后。”闻言，在场所有人都齐刷刷看向我，其中一个闺蜜语气里带着些好奇：“你要是跟方圆结婚，那云墨怎么办？分了吗？”柳如烟摇了摇头，轻轻抿了一口酒，才接着开口：“结婚只是给家里一个交代，我喜欢的人只有云墨。”此话一出，包厢里顿时笑作一团，众人插科打诨的声音此起彼伏：“如烟姐，你怎么还搞起纯爱来了？身份差距这么大，还真对他上心了？”她转头看向我，眼中的温柔与爱意浓得快要化不开，没说一个字，却恰如其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有人看着她这副痴情种的模样啧啧称奇，看来是真爱上了。不过话说，她真听不懂法语吗？那人本来也只是随口一问，谁知其他人听了她这句话，纷纷笑出了声。云墨家里困难，哪有钱去学小语种？放心吧，她肯定听不懂。众人嘲笑的声音在耳边四面，没人发现。一旁的我呼吸微微急促，攥住酒杯的手也早已骨节发白。我没有告诉他们，其实我听得懂法语，毕竟我本来就不是什么没钱的穷小子，是全球首富家的独子。交往5年，柳如烟对我很好，却唯独没有带我去见过家长。最初我以为她只是顾虑我们的身份差距，毕竟柳家是海城赫赫有名的豪门世家，所以我一早就做好了打算向她坦白自己的身份。我是首富独子，是不想永远活在父母保护的羽翼之下，才决定隐瞒身份外出历练而已。可时机就是那样凑巧，3天前我在她的书房里看见了一封红色的结婚请柬，新郎是方家少爷，而新娘居然是柳如烟。原来在她和自己耳鬓厮磨的同时，她早已接受了家里的联姻。原来她一边哄着我叫我老公，另一边又忙着嫁给一个与她门当户对，也被她的家人认可的丈夫。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没有再说的必要了。从今往后，她去结婚，我去继承家业，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酒过3巡，一群人也聊得十分尽兴，恰好天色渐晚，便都散了局，准备离开。我跟在所有人后面走出包厢，才刚走了几步，就听到身后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云大少爷。”我身形一顿，回过头，才发现叫住我的是以前一直求着与我爸合作的一个合作伙伴，心下不由叹了一口气。我不想暴露身份，正想着该怎么蒙混过关，跟在柳如烟身后的一个姐妹上下扫视了我一眼，直接嗤笑出声：“什么大少爷？云墨，就他这浑身上下穿的衣服，加起来超过300块了吗？怎么会是什么大少爷？真是个天大的笑话！”这话一出，顿时就引起了一阵嘲笑。他们没说法语，我将他们的嘲讽听入耳中，面上却没什么表现，反倒是柳如烟生了气，冷冷给那人甩过去一个警告的眼神。那人颇有些没意思的收敛了些，没再如此放肆嘲笑。其他人也在收到警告的眼神之后，渐渐偃旗息鼓，声音平息。那个人也没有跟过来，我跟在柳如烟的身后，我们2个人一路无话回了家。到家后，他换了鞋，才忽然开口：“以后我就不带你参加这种局了。”我的表情仍旧平静，哪怕被变相被驱逐出他的朋友圈，也没有丝毫的变化，只是开口问了一句：“是觉得我给你丢脸了吗？”他一时失笑，本想抱一下，却被我躲开，只能无奈开口解释了一句：“你在想什么？我只是不想你受委屈而已。可是我们身份有差距，到时候总是会面临这种局面的。你家里难道没有催过你联姻吗？”我看着他，试图从他的神色中看出一丝心虚，可即便听到了联姻这2个字，柳如烟也只是神色僵硬了一瞬，很快就恢复成了惯常的神态。“云墨，你只要知道我爱的人是你就足够了，至于其他的问题，我都会去想办法解决。”若我没有仔细观察，还真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异样。说完，柳如烟便先去了洗手间洗漱，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我没有说话，心中却忍不住想：你所谓的解决办法，就是听从家里的建议，结一个，在外面养一个吗？不远处，床头柜的方向响起了接到消息的提示音，是柳如烟的手机，她的密码从来没有隐瞒过我。我很轻松就解开了她的手机，点进消息的界面看了一眼，是方圆发来的：“如烟，明天就要去见双方家长了，今天你要是不住在我这里的话，长辈会不会知道我们假结婚的事啊？我知道你爱的是你男朋友，但至少这几天你给我一个体面好不好？”虽然话语卑微，但我却看出了他的用意。一开始是以双方父母为由，求着他住在一起，那后来呢？只会继续用这个借口，一步一步变本加厉。不过这和我无关了，我已经打算离开了。这样想着，我将消息重新设置为未读，然后把手机放了回去。没多久，洗漱完的柳如烟就走了出来，随手拿过手机看了一眼，下一秒便带着歉意看向了我：“云墨，公司突然有点急事，需要我过去一趟，今晚就不回来了，你一个人好好休息。”他走得匆忙，没来得及关注我的反应，也没有注意到，从前我总会一边送着他出门，跟他抱怨，希望他能多抽出一些时间来陪陪自己。我这次却丝毫没有挽留，目送着他的背影越走越远。叮咚一声，柳如烟才刚
刚走没多久，我的手机便也收到了一条消息，只要我一句话，如烟就还是来找我了。明天我们就要见家长了，等我们真的结了婚，你又算什么呢？一个见不得光的情人吗？方圆说的话很难听，但更让我难受的是，这把让别人用来伤害我的刀，是我曾以为可以相守终身的女朋友亲手递出去的。柳如烟可能不知道，即便我没有发现那张请柬，她要和别人结婚的事情也瞒不了我多久。因为在我发现请柬的第2天，方圆就加上了我的好友，这些天更是一直给我发各种挑衅图，有柳如烟陪方圆试婚服的照片，有他们一起去挑钻戒的照片，有他们一起去看婚礼场地的照片，一张又一张，彻底摧毁了我对柳如烟的所有爱意。当天晚上柳如烟没有回来，我对此也丝毫没有在意。第2天醒来后，我直接去公司提了离职，当天就办完了离职手续。趁着午休的时间，我和同事一起在楼下吃了顿饭。听我说已经办好了离职手续之后，一个关系和我好一点的同事忍不住打趣道：“最近总是刷到视频说，突然离职的同事是回去继承家业了。云墨，你离职离得这么干脆，不会也是要回去继承家业了吧？”同事只是随口一说，我却轻轻点了点头：“是啊，要去继承家业了。”众人怔了一下，随即哄笑成一团，只将这句话当成玩笑话，并没有放在心上。我笑了笑，也没有再解释。吃完了饭，我就将自己的东西都收拾好，装进箱子，直接抱着箱子回了家。回来的时候，柳如烟正好在家，看见我抱着个箱子回来，心底有些奇怪。辞职了，我点了点头，抱着箱子朝房间的方向走去。她的眉头却紧紧皱了起来，开口叫住我：“你不是很喜欢这个工作吗？怎么突然就离职了？”我脚步一顿，看向她时露出了一个笑容，因为接下来我有更想做的工作了。听我这么说，柳如烟倒也没有多问，只是道：“工作太累了就回来，每天累死累活的，看得我心疼。云墨，你要知道我养得起你。”我摇头一字一句道：“我不是谁的附属品。”柳如烟怔了怔，怎么会是附属品？我不想再听，开口打断她：“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没去公司？最近工作太忙，都没时间陪你。今天就想着抽空陪陪你。”说完，她眉头舒展开来，她就又变成了那个对我百依百顺的女朋友。你想去干什么？吃西餐还是看电影？今天不管你想做什么，我都陪你。若是从前的我听到这话，此刻怕是会感动不已。毕竟我也知道，她是柳氏集团的继承人，每天要处理的工作也的确很多，所以她愿意抽出时间来陪我做想做的事情，至少能证明我在她的心里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可现在我看着她，心底却忍不住想，到底是工作太忙，还是准备婚礼太忙呢？她到底又是怎么做到一边和另一个男人筹备婚礼，一边来哄我说她爱的人只有我？只是最后我还是没有拆穿她的谎言，反正也只剩下最后几天了，到时候我自然会从她的生命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摇了摇头，否决了她的提议，最后想了想说：“你陪我做个大扫除吧，别墅里很多东西都旧了，一直留着也没什么用。”柳如烟答应了下来，陪着我一起清理许久，可清理到最后却发现，被我整理出来的东西竟全都是当初我们一起买的情侣款，从水杯到饰品，从衣服到拖鞋，全都被我毫不犹豫地丢进了垃圾桶。她脸上的笑容随着我丢掉的情侣款越来越多，也逐渐僵硬了起来，直到最后一件也被丢进了垃圾桶。她心中的慌张就再也掩藏不住。云墨，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我能知道什么？你有什么事瞒着我？我挑了挑眉，看着柳如烟，避开了她的问题，反问了回去。她撇开视线，不敢直视我的眼睛，沉默了一会，最后还是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攥住了我的手道：“云墨，无论发生什么事，你只要记住，我爱的是你。”我扯了扯唇，没有再说话。做完大扫除之后，柳如烟还是坚持着要带我一起出门约会，我怕她察觉异样，便没有再拒绝。她带我吃了饭，看了电影，车子最后在一个拍卖会场停下，刚要入场，就看见一个穿着精致西装的男人朝着我们这边走来。他神情闪过一瞬间的不自然，被我一眼便看了出来。怎么了？遇上熟人了？话音落下，男人在我们面前站定，笑盈盈朝我们打了招呼。柳如烟的介绍也适时说了出来，他是我家世交家的儿子方圆。说完又顿了顿，才介绍起了我，他是我男朋友云墨。听到他两者之间大相径庭的介绍，方圆脸上的笑意顿时一僵，片刻后还是强撑起笑意，朝我伸出了手。早就听说如烟的男朋友很帅气，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正说着，前一天当着我的面用法语嘲笑我的那群姐妹们也走了过来，在我看不见的方向冲柳如烟眨了眨眼。我这才知道这次偶遇不是偶然，而是他们故意带着方圆过来的。我心中怒火翻腾，可此情我若突然发作，才更加不好解释。无奈之下，我只能将火气全都压了下来。拍卖会上，方圆的位置就在柳如烟的身旁，不像短信里的挑衅，现实中他为人大方，知识渊博。得知柳如烟对瓷器感兴趣，便围着这方面的话题跟他畅聊。柳如烟也从一开始的排斥，变成了身子渐渐朝他靠近，直到我咳嗽了一声，柳如烟才想起来自己一直将我丢在了一边。她连忙语气温柔道：“是不是无聊了？云墨，我知道你对这些不感兴趣，要是你看中了什么，直接拍便可以。”我还没有说话，身后她那些姐妹们的窃窃私语声便又传来。虽然刻意压低了声音，可因为只隔了一排座位，我还是将她们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如烟姐可真会替她挽尊啊！就算她感兴趣又怎么样？她什么都不懂啊，恐怕连怎么举牌都不知道。哈哈，就是上流社会的拍卖会，她肯定是第一次来。几个人说着，还轻蔑地朝我的方向瞥了一眼，说是窃窃私语，可我却更感觉他们是故意说给自己听的。我没有计较，反正之后再见面，他们就得毕恭毕敬地站在我面前，尊称我一声云大少爷。这时上一件藏品交易结束，下一件藏品就被抬了上来，那是一尊松鹤延年的玉雕，玉质上乘。最重要的是主持人的介绍，说这是玉雕之祖俊生大师的作品。听到这个介绍，方圆顿时激动起来，举起来手上的叫价牌。如烟，这个收藏价值极高，后天就是叶奶奶的生日，刚好可以买下来，当做给叶奶奶的寿礼。我在听到俊生大师的名字时，便下意识抬头看了一眼台上的藏品，只扫了一眼，我就收回了视线，声音平淡无波，却如同一盆凉水浇在了方圆的头上。这个是假的。方圆难以置信地看向我，刚想问你个乡巴佬懂什么，可看到身旁坐着的柳如烟，还是强忍着怒火笑道：“云先生是怎么看出来的？因为真的被首富公子云家大少爷送给了他奶奶，全世界只此一座，真的在他家，那台上这座必然是假的。”我是好心提醒，可这话一出，方圆却突然笑出了声，就连身后柳如烟的那群姐妹也开始放肆嘲笑起来。
来我，你不懂就别装懂了，真是丢人。就是还被首富公子送人了，难不成你趴在床底亲眼看见了？不会以为你也姓云，就觉得自己能和云家大少攀上亲戚吧？一行人嘲笑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还是柳如烟冷着脸制止了他们的冷嘲热讽。她看着我，握住了我的手。云墨，我知道你近日看了一些鉴赏类的书，但鉴赏水平不能从书中提升。方圆从小出入拍卖会，又对玉雕颇为钻研，自是比你懂一些。他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但话里话外也是觉得我在胡说。我轻笑了一声，什么也没说。最后方圆花了整整1个亿，高价拍下了那尊玉雕。看着他去刷卡的那一瞬，我笑了。也不知道刘老太太得知他花1个亿买回一尊假玉雕送给他，又会作何感想？我没有阻拦，也没有在意，起身去了洗手间。刚洗完手，身后就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云墨，我以为我自己说的够清楚了，你居然还能舔着脸不走，就这么想当第三者吗？他的声音尖锐而又刺耳，和方才成熟得体的富少判若两人。我淡淡抬眸，转身看向他，方先生，希望你弄清楚，和他在一起5年的是我，第三者这个词怎么也轮不到我吧？说完我便准备直接越过他离开，但他却还不肯放过，冷笑着继续讽刺起来：是在一起5年，他都不嫁给你，你就没想过为什么？我是方家的继承人，他是柳氏集团的继承人，我跟他是门当户对，可你呢？家里有个赌博的爸，生病的妈，这么破破烂烂的家境，要什么没什么，你哪一点配得上他？我的脚步一顿，这个家境只是我自己杜撰的，我也实在没想过柳如烟会将这个也告诉了方圆。我忍不住自嘲一笑，若我真是那样的家境，那是不是他所谓的男朋友，那个说他爱的人只会是他的男朋友，给别的男人递上了第2把伤害我的刀，的确配不上。我心中刺痛，回眸看了方圆一眼，压抑在心底的那股郁气倏然散去。你们才是绝配，我祝你们修成正果。话音落下，我再次提步离开，刚走出去没有多久，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是我妈的电话。云墨啊，你赶快回来吧，家里人都在等着你，还给你准备了一堆的礼物。我跟你爸在国外给你买了一座古堡，你姑姑给你买了一块钻石腕表，据说是英国国王曾经戴过的，你舅舅也是给你准备了一车库的豪车。听着云母滔滔不绝说着家人为我的回归准备了多少礼物，我满脸无奈。妈，我是回去继承家产的，不是败光家产的。我的话音刚落，一道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什么继承家产？我身形一顿，下意识挂断了电话，心中却忍不住感叹起来，他们这些人怎么都这么喜欢站在别人身后突然开口。我回头一眼便看见柳如烟那并不算好看的脸色，沉吟片刻后，我才开口解释了一句，没什么，就是之前的同事问我离职后准备干什么，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是回家继承家产。柳如烟皱了皱眉，她分明不是如此爱开玩笑的人，她下意识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刚要开口，我就走出了好几步，回头叫她不走吗？还有几件珠宝类的藏品没展示呢。听到这话，柳如烟以为我是想买一些珠宝，便点了点头跟上我。再回到拍卖会场后，柳如烟把接下来的几款珠宝藏品全都高价拍了下来，让人包好后送到了我的手上。我看着手上的盒子轻声道，我不用这些东西。柳如烟笑着拥住我，以后多适应，不用怕浪费钱，我会给你买一辈子。我动了动唇，最后还是没把剩下的话说出口，我不带这些千万的东西。我的珠宝收藏款款上亿，拍卖会已经结束，场上的人都陆陆续续开始离开，柳如烟和我一行人也没有久留，大家都是自己开车来的，本来只需要个回的家就好，可偏偏刚坐上车，车子都还没有启动，副驾驶的车窗就被方圆敲响了，车窗缓缓降下，完全看不出来刚才在洗手间，对我尖酸刻薄的模样。如烟，我的车子抛锚了，你能不能送我回家啊？柳如烟皱了皱眉，刚要拒绝，她却再次开口，伯父伯母说了让你照顾我的，你没忘记吧？柳如烟不知想到什么脸色微沉，最后还是答应了下来。见她直接点了头，她脸上的笑容明显了几分，紧接着就更加得寸进尺地看向了我。可是我晕车，坐不了后座怎么办？柳如烟看向我，话还没有说出口，我却已经推开了车门下了车，直接换到了后座，动作行云流水。柳如烟都还没有反应过来，我就已经在后座上坐定了。她的话顿时被卡在喉咙里不上不下，让人十分难受。她有些欲言又止，想说只是一个座位而已，不必那么在意。视线从后视镜贴向后座时，我却已经闭上了眼，一副想要休息的样子。恰好此时方圆也已经上了车，车门关上，看见后座闭目养神的我，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云墨，就算他现在喜欢的人还是你，又如何呢？我想要的东西，最终不都还是会落到我的手中，拿到他的心不也就是早晚的事情。这样想着，方圆心情忽然就好了起来，看着柳如烟时眼神里满是柔情。云先生是累了吗？那就让他休息一会吧。或许是察觉到了我的异常，柳如烟也没怎么和方圆搭话，点了点头便沉默着启动了车子。我不知什么时候竟真的睡着了，在醒来的时候，车子已经停在了柳家别墅的车库，方圆也早就已经不在车上了。柳如烟摸了摸我的脸，醒了啊？看你睡得熟就没舍得叫你。我意识还有些朦胧，点了点头便打开车门下了车，也没有等柳如烟，就径直朝着大门走去。柳如烟下车的时候，我已经走到了门口，她几步追了上去，将人堵在了门口。生气了，方圆真的只是世交家的儿子而已，你别在意。我嗯了一声，柳如烟以为我还在生气，伸手拉住我，无奈逼呼，真的只是世交家的儿子，亲爱的，我爱的只有你，你知道的。说完，他上前准备吻我，却被我一把推开。看着他诧异的神色，我直接进了门，我不舒服就先回房间休息了。说完，我直接将门锁死，彻底隔绝了柳如烟进来的机会。第二天一早，1楼餐厅里，我正和柳如烟吃着早餐，我放在一边的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是我前段时间定的定时闹钟，备注是见家长的日子。柳如烟也看见了那行字，之前我打算和她坦白身份，所以提起让她回家去见我父母，她也同意了。两个人对视一眼，我正想着该如何取消这次见面，下一秒她的手机也响了起来，是方圆的电话。
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他神色微变，再次走向我时，他神色抱歉地推掉了这次见面。云墨，这次我突然有事要忙，下次再陪你去见伯父伯母好不好？本以为我会闹会生气，结果我却淡然地点了点头。正好我今天也有事情要办。柳如烟走后没有多久，我也出了门，去逛了商场，给待会要见面的朋友每人准备了一份礼物。等到了见面的地方，众人打开包装，再看到每个盒子里都是一件全新的奢侈品后，顿时惊呼出声：云墨，你从哪淘来的这么多货啊？这也太真了吧！都是真的。看着他们爱不释手的模样，我不禁失笑出声。解释完，见他们都是一副不相信的模样，又将自己的真实身份说了出来。其实之前跟你们说的我父亲赌博，母亲病重的家境是假的，我的真实身份是首富独子。这次跟你们告别，就是因为我要回家去继承家产了。听我这么说，一众人先是错愕，然后震惊，最后是狂喜，直呼大少爷竟然就在我身边！尖叫声几乎要把整个餐厅的天花板给掀翻。欢呼完，有人想起柳如烟，连忙问道：可你回去的话，柳如烟怎么办？他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了吗？提起柳如烟，我脸上的笑意淡了些。他打算和别人结婚了？怎么可能？听见这句话，朋友们满是不可置信。他在我们眼里可是难得的豪门情种啊！是啊，是啊，3年前你说喜欢昙花，他就斥巨资买下全世界的昙花，只为博你一笑。2年前你感染流感，他推了上亿合作从国外赶回来，亲自上手照顾你，整夜都不敢合眼。还有1年前，你们开的车出了车祸，本来货车失控撞向的方向是你，他为了保护你，硬生生调转了方向，最后你毫发无损，他自己断了3根肋骨，躺在病床3个月，差点没能醒过来。如今他要结婚了，新郎怎么可能不是你？听到朋友说起曾经的那些事，我心中仍然感慨万分。那时候的柳如烟的确爱我，爱得连命都可以不要。可现在，我摇了摇头，轻轻一笑，他是爱我，但他家觉得我身份配不上他，我还没来得及坦白，他就连请柬都印好了。听他意思，婚后大概是想让我做情人。兄弟们一听这话，瞬间炸了。什么情人？让堂堂首富独子做情人？他们柳家真是疯了！好，到时候有他追赴火葬场的时候，就是他要是知道你偷偷离开，他们家知道你真实身份不得风。就在这时，柳如烟和方圆从门外走了进来，听见他们的话，皱了皱眉。什么真实身份？见他们一起走了进来，有朋友义愤填膺，刚想开口说话就被我拦了下来。我看向刚刚进来的2人，神色冷淡。你们怎么在这里？听我问起。柳如烟还是不免有些心虚，眼神飘忽不定。我们2家正好有个合作，就约出来谈谈。听着他的回答，我却笑了起来。我当然知道他们之间的合作，婚姻合作嘛。因为要谈合作，柳如烟和方圆并没有和他们坐在一起，而是在旁边单独坐了一桌，不远，恰好能让我看见他们2人之间的亲密互动。譬如他帮他切牛排，他给他分享喜欢的食物，他帮他递纸巾，他帮他擦弄脏的唇角，2人你来我往，看得我的朋友们气炸，我却仍旧面色平静。一顿饭吃完，我这边也散了场，柳如烟便提议送我和方圆回家。或许是经历了上次的副驾驶之争，这次柳如烟吸取了教训，干脆开了家里的家常劳斯莱斯，还是司机开的车，自然也就不会再去副驾驶了。车子一路平缓地朝着方家的方向驶去，一路畅通无阻。谁都没有想到意外会在此刻降临，一辆失控的货车从另一个方向疾驰而来，司机下意识猛打方向盘，只听得砰的一声，2辆车还是无法避免地撞了上去。车窗碎裂开来的时候，我因为惯性朝着另一边倒去时，正好看见柳如烟将一旁的方圆护住，不仅没让他受到一点伤害，还安抚着他的情绪。我意识渐渐模糊，忽然想起刚刚朋友们提到的那次车祸，那时候是我们在一起的第4年，我对他的感情还处在最浓烈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也是一辆快速冲撞过来的货车，我的方向恰好是货车撞过来的方向。惊惧之间，我发觉避不开那辆货车，只能强行掉头，让自己所在的那面迎向货车，车头凹陷进去，他被死死卡在驾驶位上。消防员和医生合作抢救了许久，才终于将他带下了车。他差点就死在了那一天。可即便是这样，他脱离危险醒来时说的第一句话还是在询问我的安危。如今同样的车祸，不同的是他下意识护住的人也不再是自己了。加长劳斯莱斯的尾部被撞得让人不忍直视，直到几个人都下了车，一直安抚着方圆情绪的柳如烟终于看见了，沉默地捂着自己正在流血的额角的我。好在我受的伤不重，到了医院后包扎过后便没有什么问题了，只是因为受伤的是头部，所以医生还是建议先留院观察2天。柳如烟看着我头上的纱布，满脸愧疚。云墨，对不起，我当时只是想着过段时间和方圆有合作，需要一起出席，他的脸不能受伤，所以才保护了他。你打我骂我都认，就是别不理我好不好？他认错的态度倒是极为诚恳，理由似乎也说得过去。如果我没有想起他们那场只剩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要举行的婚礼的话，我垂着也没有说话，没说不原谅，也没有说原谅，从始至终都是那副毫无波澜的表情。柳如烟的道歉仍旧没有停止，她不住地说着对不起，突然又像想起了什么，眼中闪过希冀的光。过几天就是你的生日了，我提前把礼物送给你好不好？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我都买给你。闻言我终于抬眼看向了他，眼神却无波无澜。那你就给我买张机票吧，3天后去护城的。去护城干什么？他有些诧异，但很快他又自己给出了答案。想去旅游吗？我没有解释，点了点头。柳如烟也没再多问，当着我的面就打开手机买了一张飞往护城的机票。买完票后又说这段时间我有事没空陪你，你先去护城玩，等有空了我再陪你一起去一趟。买飞机票这个生日礼物太小了，到时候我再补你一个大惊喜。我摇了摇头，轻轻一笑，不小一点也不小，毕竟这张飞机票是我回家的路。柳如烟，谢谢你的礼物，亲手送我回家。住院的这2天，柳如烟像是又回到了最初恋爱时那样，对我称得上一句呵护备至。可好景不长，她的呵护也在出院那天结束。她先一步说公司有事，
让司机送我回家。后一步我就收到了方圆发来的挑衅短信，不好意思，我和如烟就要结婚了，他今天要陪我回老宅吃饭，恐怕是没空接你出院了。我没有在意这条消息，只是默默的回家，开始收拾起行李。离开那天我起得很早，起飞前7小时，我将行李箱一个个搬出门，却正好撞上回来的柳如烟。看见别墅门口堆满了好几个行李箱，她神色一慌，心中骤然升起一丝不安，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要去护城玩吗？还是你给我买的机票你忘了？我神色坦然，仿佛真的只是准备出门去旅个游一般。可我的说辞却没能让她信服，不是就去1-2天吗？需要带这么多行李？我扯了扯唇，多带几套衣服，想多拍拍照。可我从前并没有那么喜欢拍照，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带过这么多东西。那股不安从她的心头蔓延至全身，让她恨不得就地打开我的行李箱，好好检查一番，看是不是真的如我所言。她刚想动作，就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打断，是方圆打来的电话。电话接起后，也不知道那边说了什么。柳如烟沉默了一瞬，最后还是先一步出了门。离开之前，还不忘再嘱咐我一遍：云墨别玩太久，到时候把回来的航班发我去接你。我没有回答，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再回来。这次见面便是永别。起飞前5小时，我将大门的密码改了，从自己生日改成了方圆的生日，随后又在门上贴了一张便利贴。这里以后毕竟是方先生的家，密码还是设置成他的生日比较好。起飞前3小时，我找出了别墅里我和柳如烟的所有合照，一张张全部都丢进了火盆里。我揽着她在漫天烟花下拥吻，一遍遍说着她是我的，在日落星河中向我告白，发誓爱我一生一世。她为我挡车断过3根肋骨，她的朋友圈全是我们一起走过春，踏过夏，迎过秋，寻过冬。如今回忆一点点烧光，我们也彻底结束了。起飞前2小时，我的手机响了，点开一看，方圆给我发了一个视频，视频里似乎是在一个家宴上，有柳如烟的朋友、方圆的兄弟，还有双方长辈，许多人将柳如烟和方圆这2个话题人物围在一起，起哄的声音此起彼伏，亲一个亲一个。我说如烟姐还有几天结婚了，有什么不好意思亲的？一片起哄声中，方圆脸颊通红的闭上眼靠近了她，众人的尖叫声越来越大，起哄着让柳如烟吻上去。柳如烟紧紧看着眼前人，最后闭上眼。视频一遍又一遍的播放着，在播放第7遍时，方圆的消息发了过来：云墨，看到了吗？我才是柳家所有人公认的女婿，你家里那么穷，柳家怎么看得上你？你那种家境，嫁给乞丐还差不多呢。如烟爱你又怎么样？她的防线正在一点点被我攻破，先是陪我见家长，然后又是同居，刚刚还亲我了。你说我们离上床还有多久呢？我没有回复她的消息，只是默默将她这些天发来的挑衅信息一张又一张全都打印了出来，整理成了一沓，放在空荡荡的客厅里。起飞前1小时，我在那一沓打印纸上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柳如烟新婚快乐，我们结束了。然后我拖着行李箱走出了别墅去，打了个车朝着机场的方向疾驰而去。柳如烟，从今往后，我做回我的首富公子，与你再无干系。护城机场，我拖着行李箱走出机场的时候，一辆一看就价值不菲的布加迪已经等在了外面。一见我过来后，在车外的男人就立刻为他拉开车门：大少爷请上车。行李被抬上车，我一边上车坐好，一边自然地跟在驾驶位上。坐下的男人聊了起来：李叔，怎么是你来接我？家里的司机呢？李叔呵呵一笑，眼角细微的皱纹让他看起来更和蔼了几分。车子启动，缓缓驶进车流中，他的声音也随之响起：少爷这么多年没有回来，听说少爷今天回来，我就主动将这个活揽了过来。看来李叔这是想我了。我笑了笑，眼中带上了些许调侃。很快车子在云家别墅停下，下了车我径直走向别墅，推开门时早已有一群佣人守在了门边。见我进来，声音动作都十分整齐划一：欢迎少爷回家。我有些无奈扶额。李叔推着行李箱过来，佣人顺势接过抬上了楼，看着我无奈的模样笑呵呵道：老爷和夫人注重仪式感，得知少爷要回来，连夜训练他们弄了欢迎仪式，现在他们应该都在客厅等着少爷呢。我点了点头，虽然这阵仗着实夸张了些，可我也没有说什么扫兴的话，而是直接去了客厅。客厅里此刻果然围满了人，我爸妈还有我的舅舅姑姑全都在。我上前一一打过了招呼，在爸妈的身边坐下，看着他们关切的神色，一直以来的平静突然就被打破。我心中涌上一股难言的委屈。我自小就被所有长辈娇宠着长大，从来没吃过什么亏，直到我为了历练隐瞒身份去了海城，遇到了柳如烟，和她交往5年，我付出了一颗真心。那时的我是真的想要和她共度余生的，也信誓旦旦的认为我们迟早会成为对方的唯一。只可惜最后我差点成了被她养在外面的情夫，却一无所知。一腔真心最后也不过是为了狗。我妈看出了我心情的沉闷，拍了拍我的肩：过去的事都过去了，我们最不怕的事情就是犯错，大不了就从头来过，咱们最不缺的就是容错。听到父母的安慰，我的心情终于舒缓了一些。见此，其他几个人也赶紧转移话题，忙将早就准备好的礼物拿了出来。这一看，我才发现前段时间我妈给我打电话时说的那些一点都不夸张，甚至还有些保守。从房本都到钥匙，厚厚一沓上又摞起了一串长长的钥匙，最显眼的便是放在中间那块钻表，由黄金钻石打造而成，每一颗钻石都硕大无比，处处都透露着这块表的不凡与贵重。可他们却像是仍然觉得不够，试图将我面前的桌子摆得满满当当才会满意一般。就在我有些无奈的想说不用时，姑姑却突然一拍桌板，眼中亮起光芒：云墨不是刚分手吗？刚好我有个朋友的女儿最近回国，朋友为她不找男朋友的事情发愁了很久，要不你们去见见面，就当交个朋友了。我一愣，连忙摆手说自己不用。姑姑却不由分说，直接拿出手机推给了我一个联系方式。那小女孩出国之前我见过，长得特别漂亮，就算没那个缘分，当个朋友也是不错的。盛情难却之下，我最后还是答应了姑姑的提议。是我没想到，正当她点开姑姑推来的联系方式时，却发现我居然早就有了那人的好友。我点进去看了一眼，没有备注，头像是一片纯黑之中的亿万月亮。我愣了愣，仔细回想了许久，还是没有想起自己是什么时候加的她的好友。我也没问，若无其事地按灭了手机屏幕，反正一切的答案等见了面自然都会出现。就在我准备着和别人的相亲见面时，另一边柳如烟也终于回了家。天色渐晚，别墅里没有开灯，她没有看见贴在门上的标签，像往常一样输入密码，
码，输入完成，准备推门而入时，却发现门仍旧推不开。他有些困惑的抬头，这才看见了贴在门上的字条。这里以后毕竟是方先生的家，密码还是设置成他的生日比较好。方先生的家，方圆。他心中猛地漏跳了一拍，难道他知道了什么？可是他与方圆也才见过一面，其他人也不可能告诉他这件事。他能从哪里知道他要和方圆结婚的事情？柳如烟有些迟疑地输入了方圆的生日。别墅的大门应声而开，开了灯，别墅里空荡荡的。他下意识叫了一声云墨，声音在别墅里回荡着，却始终没有人回应。这他才忽然想起，前2天我去了护城，我很少会这样离开他很久，大多数时候都还是我在家中等着他回来，或者说是自从我们同居之后，除了这一次之外，从前他每次回家，他都会在家中等着他回来。想到这里，柳如烟心中陡然升起一丝不安，忽然就觉得心中空荡荡的，他难道是来真的？可转念一想，便又将这个念头抛在脑后，怎么可能呢？云墨那么爱自己，大概也只是因为这几天他陪他的时间少了些，所以胡思乱想了一些，才歪打正着猜到了他和方圆的关系。可他总还是会回到自己身边的，到时候他再哄哄他就好了。这样想着，他按了按眉心，抬脚往客厅走去。看来待会他得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好好跟他聊一聊。只是走到客厅，电话还没有拨出，他的视线就被客厅桌上放着的一沓东西吸引了过去。柳如烟脚步丝毫未停，更加快速地往那边走了过去，很快就在沙发上坐下，拿起了那一沓不知道是什么的纸质文件。他心中隐隐有些期待，云墨的东西吗？给他看的吧。他就说他只是赌气而已，怎么会真的要离开他？他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可很快就在他看清纸上的内容后僵住了。最上面的那页纸，除了一行手写的字，什么都没有。柳如烟一眼便认出了那是我的字迹，绽放在纸张之上。若不细看写下的内容，就只会觉得赏心悦目。可偏偏就是这样字迹，写下的话却如同一把重锤，重重敲在他的心间。柳如烟心欢快乐，我们结束了。他仿佛听见了自己耳边的声音，脑子里一片空白，仔仔细细又看了好几遍，才终于确定他没有看错。他就是喜欢心欢快乐，我们结束了。他不要他，一定是开玩笑的。他怎么可能不要他？他的手不自觉将那文件放在四下，揉成一团向远处抛去。也是因为这个动作，第2页的内容就随之显现了出来，是打印出来的聊天记录的截图，从加上好友的那天开始是我没有备注，柳如烟就只能看见那人的头像与昵称。他很眼熟，因为他也有那个人的好友，是方圆。第一条消息是半个月前方楼岗，他一页页翻下来，心就越来越跌落谷底。听说你就是如烟，养在外面的那个小白脸。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方圆，是他的未婚夫。劝你最好识相点干这个，否则等到时候我和如烟结了婚，你再被赶出别墅，脸上可就不好看了。只要我一句如烟就还是来找我了。明天我们就要见家长了，等我们真的结了婚，你又算什么呢？一个见不得光的小白脸吗？他爱你又怎么样？如今他已经亲我了，你说我们离上床还有多久呢？中间偶尔还会夹杂上几张照片，或者是一段视频，有他们是婚纱的照片，有他们一起挑钻戒的照片，有他们一起选婚礼场地的照片。而那段视频则是被他点开截下的一帧，整个视频里最具代表性的一帧，也是方圆最想让他看见的一帧，是他和方圆在双方家长和一群兄弟的见证之下深情拥吻，脑中紧绷的那根弦书的断裂开，无言的慌张漫上心头。他脸色苍白了几分，嘴中却还是不断的呢喃着我不信3个字。他起身朝着楼上卧室的方向跑，腿却有些止不住的发软。在他上楼时，竟一个不小心踩错，只听咚的一声，他整个人便咕噜噜从楼梯上滚下，似同让他恢复了一丝理智。他咬牙撑着楼梯扶手重新站了起来，一瘸一拐的重新往楼上走去。这次或许是因为他走得慢了些，并没有再发生什么意外，一路顺遂回到了卧室。打眼一看，便发现房间里只剩下了他的手机，和我有关的所有物品却全都消失不见了，就连两边床头柜上曾经摆着的2人合照相框，此刻里面的照片也不翼而飞，余下孤零零的相框仍旧摆放在原处。柳如烟像是意识到了什么，眼中再度亮起慌张，她拉开了衣服，又拉开了抽屉，将她的东西拿出来之后，那些地方就全都变得空空荡荡。卧房、浴室、书房，她找遍了别墅里每一个可能放着和他们有关的东西，却再也没有看到一件和他有关的东西。想起前段时间我突然说要大扫除，然后丢掉了我们之间所有的情侣物品，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当初他那样做的原因。他竟然这么绝情，一点回忆都没有给他留下，心中的不安快要化作实质，可他仍旧不敢相信，他们交往了整整5年，他明明那样爱他，他居然可以如此狠心的将自己抛下。他不敢相信自己看到，满脑子只剩下了要找他问个清楚才行。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再回过神来时，他已经回到了客厅，手机里也已经传来了漫长的嘟嘟音，铃声响了许久，那边才终于接了起来。或许是因为时间已晚，像是被从睡梦中吵醒的，也没有看清来电的是谁，便直接接了起来，声音中还带着一点未完全醒来的迷茫。喂，谁啊？云墨，是我。他有些艰难的开口，生怕他将电话当作骚扰电话挂断。在哪？我想跟你见一面。还有我们的合照呢。早在他开口的瞬间，我的意识就已经完全清醒了过来。我抬起自己的手机，在看清了屏幕上的如烟2个字时，沉沉叹了一口气，失算了，忘记拉黑他的联系方式。就在我沉默的后，柳如烟在那边又锲而不舍地叫了几声，让我心中难免升起一阵怨恨。刘小姐，都是要成家的人了，该有的避嫌还是要有的。那些照片，想来等方先生自己来别墅，看见那些东西也是会不高兴，所以就烧了。至于见面，我想见面就更没有必要了。你都快要和别人结婚了，还跟我这个前男友见面做什么？听我说，合照全都已经被烧掉了。柳如烟只觉得心都在滴血，更让她心碎的是我干脆利落的拒绝。云墨，我没同意分手，我跟方圆之间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爱的人真的只有你，你怎么能就这样随意便将我直接抛弃？话说到最后，我甚至听到他的声音里都有些哽咽，让我一时也沉默了下来。我很少见到他，交往5年。不算这一次，我只见他哭过一次，就是当年我们一起出车祸那次。明明他才是伤得更重的那个人，可醒过来见到我身上那些无法避免的伤口时，还是哭得泣不成声，完全看不清他在伤进沙发滚滚的样子。若是那时恰巧一个与柳是有合作的合作方，看见他那时的模样，怕是要惊掉下巴。这一次是第2次，我从来没有否定过从前柳如烟对我的爱。
可也正因为我见过柳如烟爱我的样子，所以后来他用应付家中催婚的理由，答应和方圆圆离婚时，我也能敏锐地察觉到他的心开始偏移了。他或许仍旧很爱我，可他爱的人不只有你，所以我会成为他的全部对象，最先被放弃的那一个人。不管是他自己做下决定，想悄悄将我养在外面当一个情妇，还是后来他在车祸时下意识先救下了方圆，他的首选早就不是我。所以此刻，即便听见了他的哽咽，听见了他的冷漠，我的心中也在掀不起一丝波澜。柳如烟，我和你只是分手了，分手并不需要双方同意，而且要论抛弃的话，难道不是你先放弃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吗？现在又来说什么我抛弃你？还有，既然都已经说到了这里，那就请你明白，我们已经分手了，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我每说一个字，柳如烟的心就更不能忍，她动了动手，眼中满是哀戚。云墨才刚刚叫出了我的名字，手机便传来了电话挂断的嘟嘟。她一愣，想重新再拨回去的时候，却发现电话已经打不通，这是被拉黑了。柳如烟又尝试了其他的联系方式，却发现所有发出的消息就缀着一个红色的感叹号。他颓然地跌坐在沙发上，视线重新落在那一沓资料上，他死死盯着那一沓纸，悲伤与愤怒齐齐上。他一把将那一沓纸用力从桌上挥洒开来，一页页的纸在空中晃晃悠悠，在一片簇簇中，最后纷纷扬扬落在桌上、沙发上，还有地上。方圆，都怪方圆，要不是他将这个事情捅到了云墨的面前，他又怎么会突然离开的如此自觉？最后一页纸落在他的面前，上面恰好是方圆最后给我发的那句炫耀的话：他爱你又怎么样？如今他已经亲我了，你说我们离上床还有多久呢？他目光沉沉紧紧盯着那一行字，良久，忽然嗤笑出声，如同一潭死水的湖面，突然闪过一丝阴狠。方圆，我早就告诉过你，我喜欢的人只会是云墨，谁给你的胆子，让你敢去找云墨的麻烦？既然你这么想结婚，那不如我送你一份大礼如何？我对柳如烟的想法一无所知，我面无表情地将那个备注着如烟的号码拉进黑名单，顺带着将她的所有联系方式都拉入黑名单之后，还将手机重新放了回去，沉沉睡了过去。这一晚我睡得格外安稳，因为第二天是我去盛启集团报道的日子。作为空降的 CEO， 我起得很早，我有信心在这个位置上站稳脚，但至少第一天上任，我不会让自己落人口舌。盛启集团算是云家的家族企业，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涉猎范围极广。还没上任，盛启集团空降了一步，年轻帅气的 CEO 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圈子。彼时柳如烟正与她那些姐妹一起在海城最大的会所里喝着闷酒，听说云墨知道了她要和别人结婚的消息，一气之下和柳如烟分了手，也没有一个人将这件事放在了心上。他不过就是一时接受不了自己，只能无名无分的跟着你，才赌气提的分手吧。听说他前段日子还辞了职，放心吧，等他手上的钱花过了，他迟早会回来的。不然的话，谁来给他赌博的爸和病重的妈填坑？就是像他这样的小白脸，我见过，从前不就是想攀上的？如今一朝梦碎，不能接受也是正常，大不了过段时间。对啊，就以他的身份，怎么可能当你的丈夫？他本来就是痴心妄想，让他这样跟着你过的生活，都是他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对我嘲讽的声音自信不绝于耳，听着一直独自喝着闷酒的人，都觉得有些刺耳。他脸色阴沉，猛地将手中的酒杯狠狠砸了手。啪！清脆的玻璃碎裂声伴随着四溅的碎片响起，让嘈杂的环境都不由得安静了几分。倏然，他冰冷带着寒意的声音响起：“说够了吗？”其他人全都愣愣看着他，神情没有反应，谁都没想明白他这是在发什么脾气。听他的话像是在为我撑腰，可他们也不是第一次这么说他了，甚至当着他的面也说过不少次。柳如烟和我不也从来都没说过什么吗？现在这又是什么意思？最后还是离他最近的刘倩倩皱了皱眉，率先开口打破了这死一般的沉寂，话里话外却仍旧没有将他的脾气放在心上，只当他是在嫌他们太吵，哼笑了2声，看向他的目光中都带着几分调侃：“怎么了？如烟姐心情还不好吗？我们知道你对她上心一些，放心吧，她怎么可能真的放得下你这个摇钱树？你信不信？不超过半个月，她肯定会跟你服软，到那时还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却在话音落下的瞬间抬起头看向刘倩倩，眼神狠厉，声音冰冷：“道歉。”刘倩倩一愣，没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他的声音便又再度响起：“跟他道歉。”直到这一刻，刘倩倩才终于明白，他竟然真的是在因为他们贬低我，才搞出了这些事情。如烟姐干嘛这么激动？而且姐妹们也没说错啊，她一个贫穷小子攀上你，不就是为了钱吗？从前我们说的时候，你不是也没有反驳吗？听到刘倩倩这句话，柳如烟却猛地一愣，眼中的阴鸷散去，最后化作迷茫。原来从前他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原来从前的他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都是选择了放纵吗？他在记忆里翻找起来，试图找出反驳的证据时，才发现他说的没错，他们不是第一次这样贬低我，而他不管是我不在场还是在场，却因为他们说的是法语的时候，他都选择了默认，只有在他们当着他的面直接说出来的时候，才会阻拦一二。可那样的制止又怎么能算证据呢？那不过只是他在我的面前不得已的装模作样而已，而他从前的那些默认，才是他心中的真正想法。想到这里，他忽的一夜，竟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只能一杯接着一杯重新给自己灌起酒来。但与此同时，柳如烟的心中也不免的升起一丝希冀。是啊，他还有一个赌博的爸爸，还有一个病重的妈妈，如今他又没了工作，或许过段时间，他真的会重新回到他的身边呢。而这时，其他人也不想再去触他的眉头，已经换了一个话题。盛启集团最近空降了一个 CEO， 你们有听到什么消息吗？听说是云家的大少爷，最近几年一直都没什么消息，是因为独自在外地想锻炼自我，如今一回去，那可不就立马把盛启直接交给他。云家毕竟就云大少爷一个儿子，那些产业最后也肯定会落在他的手上，就算是空降的，那也是早早就培养好了，可以直接上任的。你说同样都是幸运，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柳如烟对这个话题并不感兴趣，也就没有参与进去，是独自坐在角落里，面前空着的酒瓶也变得越来越多。他没有认真听，自然便也没有听见他们说的。前几年云家大少爷在外历练，
最近才回家这句话，便也没有想过，或许我离开是给他留下的那张纸条写下的话都是真的。散场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柳如烟喝了太多酒，脚步都变得虚浮起来。刘倩倩一行人看着她站都站不稳的样子，实在不放心让她独自回去，只能拨通了方圆的电话。等他匆匆赶过来的时候，柳如烟的身边只剩下了刘倩倩一个人。见他过来，连忙将柳如烟交给了他。姐夫，如烟姐我就交给你了哈，你可要好好把如烟姐送回去。说着，他还朝他丢去一个你懂得的眼神，拿起自己的车钥匙，便直接走出了包厢，只留下已经醉的不省人事的柳如烟和方圆。他没有带她回柳家的别墅，而是直接回了自己的别墅。好不容易进了房间，让人丢进柔软的床铺，他贴心的替她擦脸，最后小心翼翼的在她身边躺下。如烟，反正我们都是要结婚的，不过就是提前了一点点。身旁的女人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听见了他的话，竟真的顺手将他搂进了怀中，头埋在他的肩颈处，炙热的呼吸喷洒而出，落在他的颈侧，让他的身体都不由自主抖了抖。房间里的温度仿佛在随着暧昧的气氛渐渐升温，可下一秒他叫出来的名字却又成功让他就快要从身体里跳出的心脏瞬间归位。云墨，他再没有了其他的动作，只是紧紧将他抱在怀里，仿佛他一松手他就又会再次消失不见。方圆安静地躺在他的怀里，没有其他的动作，只是眼中划过了一丝阴毒的神色。云墨又是云墨，要是他能从这个世界上就此消失就好了。次日柳如烟宿醉醒来，只觉得头疼的厉害，本想抬手按一按，却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怀里似乎多了个人。他低下头，却只看到了一个烫着精致卷发的头顶，脑子还没反应过来，名字便先叫出了口，云墨。可话一出口，他就察觉到了不对劲，心中陡然升起一丝不祥的预感。他手中一用力，便将人狠狠推了出去。正在熟睡之中，就被推下床铺的方圆，随着砰的一声响跌落在地，也彻底清醒了过来。一抬头便看见了脸色阴沉的柳如烟，你怎么在这里？他冷厉不带一丝感情的声音让他心中顿时委屈不已。他嘴角一瘪，眼中就噙满了泪，眼泪在眼眶中要掉不掉的模样显得分外可怜。若此刻他面前的人是别人，或许看见他这副模样，当真会心软；又或者是还没有和我分手之前的柳如烟，或许也不会对他如此冷硬。可偏偏此刻看见他这副模样的人，是看见了他如何挑衅我，害得我与他分手的柳如烟。方圆见他仍然无动于衷，甚至脸色都更加阴沉了些，才赶紧压下心中的委屈，解释道：昨天晚上你喝醉了，你又不允许我去你的别墅，我就只能带你回我家了。听到这句话，柳如烟这才发现，刚刚他怒气上头，才没有注意到这间房不是他的房间。他的脸色稍微好转了些，可他眼中对他的防备却丝毫没有消退。那你怎么会和我睡在一起？话音刚落，他就看见他的脸上浮起了一抹红晕。我本来是打算将你安顿好就去刺我的，只是你拉着我不放。他那副欲语还休的模样，让他眸色忽地变深，也不知那话他信了几分。方圆只看见他骤然起身离开房间前，只愣愣瞥了他一眼。方圆，收起你的那些小心思，我们会结婚不就是因为你听话好应付我爸妈而已？若是再有下次，不介意换个人。方圆脸色难看，看着他离开的背影，差点咬碎了一口银牙。护城云家，我看着手机上又一个亮起的陌生来电号码，头一次觉得柳如烟就像一块甩不掉的狗皮膏药一样让人厌烦。前段时间我将他拉黑之后安静了好一段时间，最近却不知道是又犯了什么毛病。我拉黑了一个号码，他就换个号码接着给我打，再次挂断拉黑了这个号码之后，不断响起的电话铃声终于告一段落了。我轻轻呼出一口气，将手机关了静音，倒扣在桌面之上，我才终于有时间认真看起眼前的这份文件。这次的项目是我来到盛启之后接手的第一个大项目，如果我能将这个项目完美拿下的话，我在盛启的高层当中便算是站稳了脚跟。当时我毫不犹豫接手了这个项目，却在接手之后才发现竞标的人里竟然突然多了一个柳如烟。我不怕和柳如烟正面对上，只是有些不明白柳如烟这个举动到底是为了什么。柳氏的根基在海城，他突然插手护城的项目，难道是为了我？想到这里，我没忍住嗤笑出声。柳如烟不会以为自己这样会很深情吧？一边和一个男人筹备婚礼，一边对另一个男人纠缠不放，脚踩两条船踩得如此理直气壮，还敢跟我说什么他和方圆不是他想的那样？可就算他真的不爱方圆，那又怎么样呢？方圆说到底还是他自己同意之后为自己选择的结婚对象，即便我不是首富独子，他也不应该自作主张让我从正牌男友变成他养在外面的情人吧。这次的竞标异常激烈，参加的不仅有盛启和柳氏，护城大半的一流豪门都一股脑的参与了进来。当然，像柳如烟这样从别的城市远道而来的也不在少数。由于人太多，主办方直接举办了一个宴会，将所有参与竞标的集团都邀请了过来。云姑姑将邀请函送来的时候，还神秘兮兮的朝我眨了眨眼。我瞧着她那意味深长的眼神，还以为自己错过了什么重要信息，一脸疑惑的看着她。姑姑，还有什么事吗？云姑姑一听这话，顿时瞥了我一眼，见我好像是真的将前几天说好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才没有继续跟我卖关子，上前一步，重重的拍了下我的肩膀。哎呀，前段时间不是跟你提过，让你跟我朋友的女儿见个面吗？那姑娘前一阵忙得脚不沾地，一直抽不出空。这不巧了，这次竞标她也会去，刚好你们可以一道去。听见是相亲的事情，我顿时有些无语凝噎，再加上这个见面的场合，一时间哭笑不得。姑姑，我们这次都是去竞标的话，那不就成了竞争对手吗？让竞争对手在竞标现场相亲的，您还真是头一个。我顺着自己的话，配合的竖起一个大拇指。云姑姑对此却毫不在意。那咋了？场上是对手，场下可不一定啊。更何况如果先见了面，时时美男计不也挺好的吗？我可是打听过了，虽然那姑娘一直没有谈过恋爱，可是也曾喜欢过一个男孩的，听说刚好跟你是同款呢。我闻言一愣，才想起上次自从发现和那人早就是好友之后，因为省略了加好友这一个步骤，后来也就一直忘了聊天。时间一长，自然也就将相亲这件事情忘在了脑后。如今被云姑姑这么一提醒，我才终于想起了那个人，喜欢的人和我是同一款，我们还早就有了好友。难不成这个女孩最开始就是因为这个才加的我的好友？我皱皱眉，
心底对他的好感顿时降了几分。如今看起来，他倒不像是真的不想找男朋友，只是一直放不下心底那个人罢了。这种情况下自己凑上去，算不算上赶着给人当替身？我没有和云姑姑提起这件事，毕竟姑姑也并不知道这件事，只是敷衍的笑了笑，接下了请柬。对于姑姑提起的见面，于是也就没有什么兴致了。只是我没想到，我以为自己的沉默应该算作婉拒，落在云姑姑的眼中，竟然就成了默许。竞标当天，她雷厉风行，直接就让人开着车等在了云家的别墅外面。你好，云先生。一身小香裙套装的女人见我出来，很快迎了上来，我却只是站在她的面前，没有再挪动一步。我还没有问过你的名字，我淡淡开口。她愣住，垂眸眼下眼底的落寞，沉默片刻后才回道：我姓宋，迷彩。得到了回答，我没有继续再与她僵持，在她又一次示意上车的时候，便顺从地坐上了副驾驶，直到车门关闭。我不知是生了气，还是因为什么，沉默着没有再和她说话，看着车窗外的景色，却不自觉咀嚼着迷彩这两个字。我对这名字没什么特别印象，只是莫名觉得有些熟悉。我悄悄转头看向她，见她只是专注着开车，想说些什么却又不知道怎么开口，犹豫再三，终究还是什么都没说。车子很快在宴会厅前停下，我和迷彩下了车。我本准备直接入场，往前走了一段距离，她却仍旧站在身后。我回头一望，只见她正松地站在原地，神色有些恍惚。怎么了？我疑惑出声。她抿了抿唇，抬眸直视向我。别人和女伴都是挽着手一起进场的，不知为何，迷彩的脸上并没有任何波澜，可我却莫名从她的脸上看出了一丝委屈。我轻咳了一声，有些无奈地走回去，挽起她的手，一同朝着宴会厅的方向走去。临近门口时，我还是没忍住问出了声：我们之前认识吗？听见我的问题那一刻，迷彩眼中的失落一闪而过，她真的一点都不记得自己了。就在我以为她不会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她深吸一口气，打破了那死一般的寂静。我们高中的时候就是同学，只不过我一直都是坐在角落里的那个，她孤僻沉闷，向来是班级里最容易被忽略的那一个，就连米父米母也总是常年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她。那时的迷彩，因为每天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前来搭话的同学反应平平，所以即便她长得也并不普通，却没什么人能记得住她。就像如今她身边的我，她喜欢了我很久，从我第一次靠近她的时候开始，和其他只是敷衍似的跟她打了个招呼，便再也没有过联系的其他同学不同，那时候的我不会因为她的沉默直接略过她，不管是什么问题，有什么事，我都会认认真真询问所有同学的意见，也包括她。我成了出现在她生命里和她说话次数最多的人，也成了她生命里唯一的光亮。可后来，她无数次痛恨自己的怯懦与沉默，让她只在通过毕业唯一一份同学录信息加上了我的好友，却从来没有主动和我聊过一次，因为她总觉得那样平庸的她配不上我。再后来，她在国外一边上学一边接受心理治疗，第一次鼓起勇气打听我的消息，得到的却是我和别人交往了的消息。那时候她又想，只要我幸福，她就算当一辈子我生命的过客也好，她都已经快要放弃了，却在这时得知我和女朋友分手了，所以她回来了。直到这一刻，听着迷彩的这番解释，我才终于在记忆的角落之中找出了那些与她有关的零星片段。只是想想曾经那个沉默寡言的同学，再看看如今参加宴会、商谈合作都应对自如的女子，我还是有些不敢相信。我不禁感叹出声：几年不见，你变化很大，更漂亮了。听见我的最后一句话，她没忍住红了红耳尖。宴会厅里很热闹，来参加竞标的人很多。两人刚走进宴会厅没有多久，就又有一男一女走进了宴会厅。我只是听到动静，下意识回头看向了大厅入口方向，却不想这一眼竟直接与来人对上了视线。云墨异口同声的惊呼，引起了宴会厅内其他人的注意。众人的视线纷纷投向了宴会厅入口的方向，而被迫接受注目的我，则是皱了皱眉。柳家和方家好歹也是海城数一数二的豪门，怎么柳如烟和方圆来护城参加个宴会就如此大惊小怪，一点豪门世家的矜持礼仪都没有，生怕跟两人扯上关系。我没有理会身后的两人，转身挽上迷彩的手，快步朝着宴会厅内走去。身后的柳如烟先是诧异于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紧接着就看到我挽着身边女人的手径直离开，一时间愤怒冲昏了他的头脑，让他顾不得就在身边的方圆，连忙追了上去，大声质问道：云墨，他是谁？你怎么会跟他在一起？等方圆急匆匆跑着追上的时候，听到的便是柳如烟这充满火药味的质问。方圆没有说话，视线在手挽着手的两人身上来回逡巡，半晌脸上挂满了嘲讽，还能是怎么回事？肯定是和你分手后攀上了别人，否则就以他的身份，怎么可能进得来竞标的宴会厅？他说的格外笃定，完全没有看到柳如烟已经黑沉下来的脸，以及周围的人看向他时奇怪的神色。云家是护城第一首富，我作为首富独子，还需要攀附别人才能进入宴会厅，这两个衍生的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白痴？如果连首富独子都需要攀附别人才能参与竞标的话，其他人还有谁有资格？不过有热闹可看，也没人去提醒他们。人群中的我眉头刚刚皱起，身旁的迷彩就已经冷着脸伸手握上了柳如烟的手腕，下一秒柳如烟便感觉手腕处传来了一股巨力，或许是没想到迷彩会突然动手，她一时不察，差点疼得惊呼出声。见她即便如此，也还是不肯放开拉着我的手。迷彩不带一丝感情的声音也随之响起，放手。冷厉的声音让柳如烟不自觉打了个冷战，她抬头看向面前的男人，脸色却更加难看了起来，看出了他此刻的窘迫。方圆不免有些心疼，当即便指着迷彩的鼻子骂了起来：你知道我们是谁吗？敢这么对我们，信不信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柳如烟虽然没说话，可看他眼中划过的那一抹阴狠，加上从始至终都不曾制止过方圆的胡言乱语，就知道他此刻的想法与方圆一般无二。我嗤笑一声，先是拍了拍迷彩的手，示意他松开。迷彩虽有些不愿意，但看我朝自己点了点头，还是顺从的松开了。见我们这个反应，柳如烟的脸色终于好看了些，就连方圆也以为我们是害怕所以服了软。他摆出一副深情的姿态，刚想要说话，结果下一秒我就取下了佩戴的胸针，毫不犹豫地朝着他的手扎了过去。柳如烟仍旧笃定了我不敢真的动手，毕竟我那么爱他，又怎么会舍得伤他呢？肯定只是装装样子，想吓唬他罢了。云墨，我知道，可他才刚刚开口，胸针便已经狠狠刺进了他的手背。突然的刺痛让他手上顿时失了力气，松开了拉住我的手。我顺势后
后退，躲开了当即就要打过来的方圆，然后啪的一声脆响，一巴掌结结实实的甩在了他的脸上。方圆的脸上顿时就出现了一个鲜明的巴掌印，他满眼不可置信，从未想过我居然敢动手。云墨与他的气急败坏、歇斯底里不同，我的神色淡淡，仿佛刚刚不是给了方圆一耳光，而是跟他们打了声招呼一样。我丢给迷彩一张纸巾，又慢条斯理的重新拿起一张，擦了擦自己的手腕，看向他的眼神居高临下之中还带着几分嘲讽。你们难道是什么很重要的人吗？我嘴角的嘲讽之意刺得柳如烟双眼发红，可所有的怒意却又在我的下一句话中逐渐变凉。两个来参加竞拍却连自己的对手是谁都不知道的蠢货，竞拍的对手。柳如烟和方圆回想起自己拿到的资料，再仔细看看眼前的人，终于将迷彩和资料中那个在护城仅次于首富云家的米家次女联系上。柳家与方家虽然在海城算得上数一数二，可在云家和米家面前还是算不得什么的。这个时候，除了最开始说过放手2个字之后就一直沉默寡言的迷彩，终于再次开了口。比起问我知不知道你们是谁，不如你先问问你旁边的人，我们是谁？我们这2个字瞬间让柳如烟与方圆都呆愣在了原地。所以他的意思是，不只是他，我也是来参与竞标的。其他参与竞标的人与我明显对应不上，唯一剩下的那一个，便只有护城首富独子云大少爷了。意识到这一点，柳如烟与方圆脸色都倏然间变得苍白无比。回头一看，周围人群都是一副看好戏的脸色。这一刻，两人哪里还不明白自己才是被围观的小丑？柳如烟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红，也顾不上此次是来参加竞拍的，狼狈至极的匆匆离开了宴会厅。见他离开了，方圆恨恨地瞪了我一眼，也紧追着他仓皇离开。我看见了他那极恨的目光，却并没有将他放在心上。反正方圆也不是第一天仇视自己了，方圆的倚仗也不过就是方家，还有和柳如烟那虚无缥缈联姻。柳如烟可以在还爱他的时候同意与方圆联姻，那等方圆能带给他的利益所剩无几时，他自然也就会放弃方圆去选择别人。至于方家，甚至都不用我出手。可只要方家知道方圆得罪的人是云家，最先放弃他的就会是方家。但此刻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此次的竞拍。就在这场闹剧正好结束的时候，主办方也终于登场。他淡淡瞥了一眼早就已经坐上了车直接落荒而逃的2个人，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在心里给他们全都画上了一个叉。竞拍过程紧张激烈，可我最后还是将项目收入了囊中。回城时依旧是迷彩开车送我，车子一路向前驶去。这一次率先打破沉默的人成了迷彩。你还喜欢他吗？他问的突兀，我愣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谁，顿时面露无语。你从哪里得出的这个结论？我以为你答应相亲是知道他会来，所以拉我和他赌气。毕竟刚见面时我的态度着实算不上友好，虽然我后来对柳如烟的态度也并不友好，可他还是会忍不住想，既然我不记得他刚见面时对自己也还有着一点点抵触，那为什么还会答应相亲？姑姑提的，我就来看看了。不过我没有心里挂念着一个人又去接触另一个人的癖好，我对另一半的要求就是忠贞，所以我对自己也会有着同样的要求。或许是因为宴会上发生的种种拉近了2人的距离，我此刻对他的问题格外耐心。2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车子很快就在云家的别墅门口停下，我朝他挥了挥手当作道别，转身便朝着别墅内走去。临到门口时，我的脚步却突然停下，转身望去，只见他的车子仍旧停在原地，没有启动的迹象。我走回到他的身边，车窗适时降下，他眨眨眼，带着几分茫然与不解的目光看向我。云先生，还有什么事情吗？都是同学，不用那么客气，以后你叫我云墨就可以了。听出他在称呼时的凝滞，我笑了笑。不过我答应相亲只是因为姑姑并没有真的打算开始一段新的感情，所以我们暂时就还是以朋友的身份相处吧。说完，我重新朝他挥了挥手，当真如同普通朋友那样招呼起来。回去路上注意安全。眼看着我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别墅大门之后，他面上浮出淡淡的笑意。迷彩已经等了那么多年，自然不在乎再多等一段时间。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暂时当朋友而已。更何况能从陌生人进阶到朋友，他也已经很满足了。这一夜与海城那2个彻夜难眠的人不同，我和迷彩都睡得十分好。直到第2日清早，我被手机不断响起的铃声吵醒，迷迷糊糊的睁开眼，才发现是自己的社交账号被轰炸到崩溃了。叮叮咚咚的铃声不断响起，随意一瞥就全都是恶意的谩骂。就在这时，一个海城的电话号码拨了进来，我接起，才知道是在海城那几年的朋友云墨。你看到网上的那些言论了吗？那些网友真的是人云亦云，人说什么就信什么，连说你首富少爷当别人的小三，这种谣言都传得出来。你赶紧澄清，让那些污蔑你的人通通都得到应有的惩罚。钟云气都没来得及喘一口，炮雨连珠似的往外吐，急促的呼吸将他的义愤填膺展现得淋漓尽致。听了他的解释，我终于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是昨天方圆回了海城之后，仍旧咽不下宴会上受的气，仗着他与柳如烟定下了婚约，便颠倒黑白，说我插足了他和柳如烟之间的感情，放出了他们订婚之后柳如烟和我同居的证据。本来网友也并不相信堂堂首富独子会去插足别人的家庭，偏偏方圆放出来证据，就连柳如烟的那些姐妹们也纷纷作证，说是我插足。这一下子，半夜吃到大瓜的网友便信以为真，直接就找到了我的社交账号，开启了疯狂轰炸。你家里这么有钱，难道没人教过你人要有道德底线，不能去插足别人的家庭吗？还首富独子呢，做出这种事简直道德沦丧，不知羞耻，抵制女，抵制盛气。谩骂之中还不乏有浑水摸鱼，找到我的账号就直接口出污言秽语，用词低俗下作，简直不堪入目。当然也有一些理智的网友说应该先等我的回应，至少不能只听信一个人的片面之词。只是这种的评论的下面大多也是同样的谩骂，我会处理的。你忘了我可是首富独子，承起的法务部又不是吃素的，他敢造谣，想必也早就做好了接受最后的结果的心理准备吧。听我一副胸有成竹的语气，钟云才松了一口气，又安慰了我几句，才挂断了电话。我重新点进网页，看事情发酵到了哪一步。在看到那些恶意的谩骂时，说心中没有一点愤怒是假的，是我有些不明白。从前他们看不起自己，是因为他们认为我家境贫寒配不上柳如烟，如今我首富独子的身份连网友都知道了，他们到底是哪里来的雄心豹子胆，竟敢
敢伙同方圆一起朝我泼脏水。我冷着脸将那些网络上的那些发言一一截图保存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手机铃声再度急促响起，是个陌生号码。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接通了电话。云木，你现在还好吗？不用在意网上的那些话，我知道你没有做过那些事情，也不用为此而生气。我相信云父云母都已经在处理这件事情了。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话，尽管来找我。听出来迷彩声音中的温柔与急切，我只觉得积压在心口的郁气被一扫而空，轻笑了一声，才道：没关系，我没有那么脆弱，不过一桩谣言而已，我自己能够处理。好，见我情绪上佳，迷彩提起的心也终于放了下去。他不想挂断电话，却又不知道自己此刻还能说些什么。话筒两端陷入了长久的寂静，长久的安静之下，隔着手机屏幕，仿佛都能听见彼此清浅的呼吸声。最后，还是我主动打破了这平静。迷彩，谢谢你。虽然我不会因为那些莫须有的谣言怎么样，但谢谢你的关心。我在心底补上最后一句话，最后匆匆挂断了电话。而另一边，迷彩握着已经挂断的手机，只觉得时间过得好快。若是能一直停留在那一刻就好了。就那样，两人在电话两端，于无声的世界里，静静聆听着对方的呼吸，于他而言便已足够。云父云母最初听到我被网暴的时候，气得直接破口大骂，就差没有亲自去找柳如烟与方圆，还有他们那群狐朋狗友的麻烦。一个贱男，一个渣女，真是不自量力，竟敢给我儿子泼脏水，果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敢招惹我云家。云母听着云父的话，更是直接翻了个白眼，什么初生牛犊，依我看就是一对畜生。我好不容易才终于安抚好了云父云母两人的脾气，见他们这副模样，一时竟有些哭笑不得。好了，爸妈，放心吧，我才不会平白让他们欺负了呢。他们敢造谣，就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海城方家，柳如烟满脸阴鸷，看着哭得稀里哗啦的方圆，眼中只剩下满满的厌恶。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你最好收起你那些小心思？本来看着你还有些用处，准备将你留下的，你倒是胆子大，直接联系了刘倩倩他们给云墨泼脏水。倒是我给你的好脸色给多了。他掐着他的下巴，逼迫着他昂起头，他不住地摇着头，却再换不来他的怜悯。如烟，云墨那个贱人明明是首富独子，却骗了你5年，说他家境贫穷。如今我们又得罪了他，不会还觉得他对你有感情吧？与其等他事后报复，我们为什么不联手，将云家彻底打压下去？听了他的话，柳如烟手中的力气终于松缓了些。是啊，他明明就是首富独子，却瞒了他整整5年。如果他早就知道他是首富独子，他又哪里需要去和别人联姻？他没有嫌弃他编造出的那个假身份，还愿意将他留在身边。可他呢？他却借此机会彻底甩了自己，让他吃了这么大一个亏。那他为什么还要替他维持高高在上的身份？就让他一同堕落，然后等他走投无路，不得不重新投靠自己不好吗？反正当初他离开的时候，已经将他们之间有关的一切全都丢的丢，烧的烧掉了。只要他们这边咬死了，那他不就只能背上小三的骂名了吗？柳如烟松开了掐住方圆下巴的手，看向他时眼中终于带上了些许满意。那你可要多努力，将他从首富的位置彻底拉下来才行。说完，他没有继续留在这里，转身离开了方圆的别墅。车子启动的轰鸣声越来越远，方圆眼中的怨毒便越来越深。他这么做可不是一时冲动，自从这一次从护城回来，得知他搞砸了竞标，还得罪了首富少爷，方家便果断放弃了方圆。他本想靠着和柳如烟的婚姻在方家站稳脚跟，可他才刚刚提起江父江母，便甩了他一耳光。你还敢提和柳如烟的婚事？今天他一回来，便来找我们退了婚，连个女人都保不住。你自己说说，你到底还有什么用？直到这一刻，方圆才发现他被所有人放弃了。可是凭什么呢？云墨因为你，我被方家放弃，被柳如烟厌弃，你又凭什么还能高高在上的俯视着我？他将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我的身上，拉上了刘倩倩和柳如烟，孤注一掷，妄图做最后的挣扎。他们都天真的以为，只要抹掉我和柳如烟曾经的过往，即便拿出恋爱5年的证据，他们也能伪造出更早的证据来混淆视听。直到我直接公布了2段监控视频和当初方圆挑衅我时发的聊天记录。视频是1个月前他们当着我的面用法语交谈的对话，虽然监控里几个人的声音都有些失真，可他们话中的意思还是十分清晰地传达了出来。柳如烟是瞒着我和别人订了婚，还试图以爱之名将我以情人的身份留在身边。而另一段监控视频是方圆与我在洗手间外的对峙，视频中能清晰地听见方圆在我说，是我先和柳如烟交往了5年，即便真要论谁才是插足的那个人，也该是方圆时。除了无能狂怒，却并没有反驳。如果插足的那个人真的是我，以方圆的脾气，那时候就该反驳了。再加上后来他那些跑到正牌男友面前耀武扬威的话，怎么看都不像是被插足的那个人会说的话，倒更像是有着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三这种思维。实际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才是插足者的那种人才会说的话。舆论瞬间翻转，曾经网友对我骂的有多狠，如今反噬回去，柳如烟和方圆就被骂的有多惨。在那些自诩为正义使者的网友涌进柳如烟和方圆的微博下疯狂谩骂的时候，我直接一纸诉状，将曾经跑到我的评论下谩骂，获得较多点赞，以及浑水摸鱼对我泼脏水的那些网友，再加上方圆和柳如烟的那群姐妹，全都告上了法庭。后续的事情我便不再亲自跟进，而是全权交给了盛气的法务去处理。再次登进社交账号，评论区下总算干净了许多，偶尔一些跳梁小丑也很快就被禁言处理。等禁言时间一过，刚想接着口出狂言，就发现自己的后台多了一张法院传单，这一下终于彻底老实了。而面对好言安慰的评论，我也专门发了一条微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真正心中有鬼的人才会害怕留言，而我只会拿起法律捍卫我应有的权利。方圆被彻底放弃了，我没有太过关注后续的事情了。我相信以盛期法务部的能力，绝对能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只是在听说方圆被告上法庭那天，竟连个肯为他辩护的律师都找不到，还是有些唏嘘。其实如果方圆不作死到我的面前，他大可以和柳如烟维持表面的和平，做一对好母。
门，最普通不过的联姻夫妻。可偏偏他不知足，我还在柳如烟的身边时，他想赶走我，我离开了，他又将受到的所有委屈都怪在了我身上，是要将我踩在他的脚底，最后却落得个这个下场。包括柳如烟那些以刘倩倩为首的姐妹，永远那样拜高踩低，认为出身便决定一切，后面发现自己与他们绝没有和缓的余地，就走上了何方圆狼狈为奸的道路，最后被一同告上了法庭。何必呢？反观这场闹剧的核心人物柳如烟，却因为从来没有发布过相关的言论，只是采取了闭口不谈的方式，反而将他自己摘了出来。这件事情告一段落那天，法务的代表来见了我一面，将结果报告了给了我。因为情节严重，在法庭上那群人仍旧嚷嚷着自己没有错，认错态度恶劣，再加上我拒绝和解，最后全都被判了2年有期徒刑。后来网友都调侃，一群富贵子弟哭喊着被关进牢狱的场面实在太过罕见，恐怕这辈子也就只能见到这一次了。我在知道了判决结果之后，便没有再关注后续，只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柳如烟居然再次找上了我。彼时我正与迷彩一起商量这下了班去哪里吃东西，前台的内线电话就响了起来。顾总有一位姓柳的小姐说想要见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还愣了一瞬，看了一眼身边只花了1个月便将柳氏集团打压的大不如从前的迷彩，沉吟了一会还是应了下来。我也很好奇，在这种双方都已经彻底撕破了脸皮的情况下，他还来找自己是为了什么？我想过如今的柳如烟应当不太好受，但在真的见到他的那一刻还是愣了一瞬。不过几个月未见，我竟然差点没能认出办公桌前那个行销鼓励满脸颓废看起来足足苍老了至少10岁的女人，竟然就是不久前那个美艳动人的柳如烟。但我也只是惊讶了一瞬，很快便又恢复成了那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疏离神态。而柳如烟看着坐在我身边的迷彩，似乎是没想到他也在这里，呼吸不由乱了一瞬。可他也知道现在的自己在我面前已经没有任何话语权，他满脸哀戚，祈求着我的最后一点垂怜。云墨，我知道从前是我对不住你，可我从前也真的没有骗过你，我从始至终都只爱过你一个人，就看在我们从前感情的份上，放过柳氏。他姿态摆得很低，丝毫看不出从前我们交往时他尽力压制，却又总是会从方方面面透露出来的高傲之色。可我双手一摊，摇了摇头，又指了指自己身边的迷彩，要打压柳氏的人可不是我，你怎么不求求他？我笑了笑，面上仍旧笑着，却笑意不达眼底。更何况柳如烟，我们从前的感情不是早就被你消耗掉了吗？在他瞒着我和别人订婚，只打算把我当个情人养在身边的时候，在他用法语和他那些姐妹们肆意嘲笑贬低我，从未想过出言阻止的时候，在方圆和他那些姐妹造谣我，他却安安心心当起了隐形人的时候，如今他又跑来跟我提以前的感情，那他那些时候怎么没想起来我们曾经有感情？此话一出，柳如烟的脸色顿时就变得苍白了起来。这一刻他只觉得喉间苦涩，吞咽一下都费劲。云墨，我知道错了，我给你道歉，可再这样下去，柳氏真的撑不住了。我仍旧无所谓的耸耸肩，柳氏承受不住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柳如烟，他们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你又凭什么认为你轻飘飘一句道歉就能将自己摘干净？可我从来没有对你做过那些事。他满脸着急，试图为自己辩解，看见在我话音落下的瞬间，连那一分虚假的笑意都在吝啬维持。你是没有做过，你不过就是冷眼旁观罢了。柳如烟，像你这样的旁观者才最可恶。看着眼前的女人，我眼里的厌恶丝毫不加掩饰。柳如烟，就是因为你的旁观，所以你的姐妹才会那样对我恶语相向，就是因为你的默许，才给了方圆一次次伤害我的机会。现在你却说你没有做过，好啊，你说你没有做过，所以说我没有打压过柳氏。柳氏这忙我帮不了。说完我音量抬高，琳达送客。琳达应声推开办公室的门，脸上挂着十分官方的笑容，请吧刘总。他还想说些什么，我却已经拉着迷彩直接越过他朝外面走去。反正我是总裁，偶尔翘一会儿班也没有人管。至于办公室里的那个人，有琳达盯着送他离开，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去吃什么？西餐还是家常菜？许久没吃，有点想吃家常菜了。那就家常菜吧，我都听你的。迷彩眉眼舒展，与初见时那羞涩内敛的模样截然不同。他回头朝我挑了挑眉，你怎么什么都听我的？我脚步突然顿住，看向他时无比郑重的眼神让我的心跳忽然漏了一拍。刚想转移话题继续往前走，他的声音已从身后追了上来，因为云墨，我喜欢你。他的告白显得有些突然，又有些在我的意料之中。我的脚步顿住，回头看他时不由叹了一口气。可是我知道你说过你现在还不想接受一段新的感情，所以等你想接受的时候，我能当第一个吗？他的眸子如星河璀璨，我看着他眼中闪烁的光，那句拒绝的话便再也说不出口，扬起嘴角露出一抹浅笑。既然你这么有诚意，那我就勉为其难的答应吧。他同样回以一笑，无视掉我话的勉为其难，顺从本心的抱了过来。迷彩等了数个寂寞冬夏，他坚信下一个季节轮回，孤独将不再与他相伴。